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讲实在，咱也是一直看着大疆的 Mac 系列从无到有，一代、二代、mini 咱都有。现在这个品类也是占据了很大一块的市场份额。此前的二代很强大 ，mini 也很小巧，把它们的优势结合一下，不就是全能的三代吗？这还真给大疆实现了。我拿到了样机试了一段时间，就发现这确实很给力，体积小了，功能也更强大了，收纳也更方便了，绝对是非常香的一次升级。大疆的三代定律是真香呀，真的是非常适合日常拍摄的一款麦克风，而且在专业领域里面也是佼佼者。那么咱也不多逼逼，这就开始咱们今天的分享。盒子它一如既往，但长度比二代稍微短了一点点，比 mini 稍微长一点点。外壳材质从金属换到了硬塑料，减重了30多克。外面虽然看起来没啥变化，但里面的变化是太大了啊！发射端它是变得小小的，然后上盖多了收纳功能，可以直接收纳磁铁加3.5毫米的线，且因为发射端的夹子它可以拆卸，所以习惯用磁铁的话，也可以把夹子磁吸在这个上面。你别说，这是真的解决痛点，一个是线材的便携收纳，一个是给麦克风减重，这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如果是经常在户外拍摄需要用到防风毛衣，那也可以直接装在里面，这个空间收纳爱了不？来到本体，好家伙，这次的发射端是直接来到了16克，磁吸的话是稍微的轻一点点，这个重量就不需要我此前那种佩戴项链然后夹着了，直接磁吸在夏天这个短袖上，它也不会有明显的拉扯感，而且它的夹子除了可以卸下来，现在还是直接4项的设计，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布置麦克风了啊，都可以很便捷的把收声口对准音源。另一个改变就是接收端升级，它还是蛮多的，它的冷靴口目前也是可以夹了，这点很香。而除了相机冷靴，别的地方的线材它也可以直接夹。在电脑录制的时候，稳固性就有所提高。这边的 out 口自带螺纹，在连接配套的麦克风时可以锁紧，稳定性进一步提高。然后底部的这个接口也有锁紧结构，我们需要按住这个解锁方块才可以取下底部的垫片或者 C 口的转接头。底部的充电触点也改变了形状，当然虽然看起来大小一致，但3代是更小那么一点的。而其他的耳机口 Type C 口它是一致的，没有缺席。从它们的外观以及结构的设计，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一代似乎变得更稳固了。那么是什么原因呢？外观方面，我觉得就是改良性的一些升级换代，但内里的软件变化，我觉得是有点改天换地了，就是一个隔代的升级，它一次性给了很多功能，且分为普通消费者和专业拍摄。专业拍摄里面，我不在行业太久了，就不讲太详细，因为我也没办法具体的演示。大疆的这代麦克风，它是可以做到夸张的4发8收，支持4声道的一个输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接收端可以同时配对4个发射端，收集4个人或者场景的一个声音，然后同时也可以组一个群组，把这几个声源同时给到8个接收端去监听或者收音，这确实就很夸张了。然后也内置了时间码的功能，且有多种时间码，覆盖了常见的格式、帧率，这个还是非常强的。大疆是真想进军微综艺录制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应用的点就是多人直播，这个咱们不专业，就留给大佬们讲解解读。我就从一个 UP 主的角度来说说它内部升级的这些点。首先，基础的内录它没有丢失，且在小体积里面也依然有震动，且还是24比特、32比特浮点内录的一个规格。而且在选项里面还可以选择原文件或者含算法处理的文件，且可以直接保存双文件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而且非常有诚意的一点是，它还支持了循环内录，再也不用自己手动清理录音的文件了，就再也不怕储存满了。之前我就遇到过录满了之后，然后内录中间断掉的尴尬情况，这代的升级就确实很可以。它还有自动增益、防止爆音的功能，另外也有动态档，这就可以均衡我们的声音，从而避免声音忽大忽小。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来看对比。好，我们现在调的是这个 DJI Max 3的一个自动控制，就是自动控制声抑，它可以给我们抑制高音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尝试一下，123，123，123，123，123，然后你们可以听一下咱们这个声音，内录的声音和我们相机直接录制的声音对比，你可以发现大疆 Max 3这个控制应该是控制的很不错的。好，现在是我们 DJI Max 3动态控制啊，就是动态增益。也就是说，我声音稍微小一点点，它其实也可以录得很好。然后我们声音就算再大一点点，按道理来说，它也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平均的声音。
然后我们声音就算再大一点点，按道理来说，它也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平均的声音。而我们相机录制的声音可能就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然后我们可以来对比听一下看一下。另一个点就是针对音色的调整，它有3档音色：低音增强、高音增强、平衡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均衡档位就很不错了。而另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降噪，现在是真的能在大街上看到有直播的，一套不错的麦克风肯定要具备这样的功能。而我实际测试它的2档降噪。就确实非常给力，这个效果很棒。对于音色的改变很小很小，第1档就不说了，几乎没啥改变。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2档降噪，就确实非常给力，同时又有非常 nice 的音色保持，是真的很棒。1档降噪的话，我一般推荐在室内使用；2档的话在室外使用。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2档降噪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测试室内的这个1档降噪，也就是普通档。这边我们加了一点点这个下雨的这个白噪音啊。然后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这个声音。好，现在我们切换到1档降噪。哎，你现在听这个声音是不是一下子就干净了非常多呢？这就是它的普通降噪，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时候的一个噪音，然后我们切换到大疆的这个降噪。哎，你感受一下这个声音，你觉得这个声音还有这个音色的保持怎么样呢？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赞的啊，这是增强档，户外的增强档。而在室内拍摄的话，我们可能还会遇到频段的冲突，大疆这次是做了优化，你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说在室外录制，在不同的场景里面，它会选择2.4G 和5G 频段，避免干扰，这点也很好。然后像其他的同步开关机、低切、按键内录声效、降噪按键声效等操作，它也是有了，摄影师自己就可以控制好整个片场，这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。然后其他的连接电脑、连接手机、连接 APP， 它都是有的，就很全面。当然 DJI 生态它也没有落下 ，Osmo 产品都是可以直连的，这确实还是非常给力。就总的来说 ，DJI Max 3是真升级到我的心窝子里面了，各项升级它都很全，体积小，重量轻，功能也很强大，这就真的很给力。我再补充一下它的续航，我也用了蛮久了，基本上一天不关，在工作6到7个小时它是毫无问题。像我低频使用的话，结合充电盒正常使用，应该是1周内可以不充电。当然，如果你一直都是高强度使用的话，那就另说。官方的续航是可以28小时，要挑点毛病的话，就是在收纳方面，收纳目前来说是需要整理的比较好的，要是夹子可以不分方向的话，应该会更好一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点，我想跟大家提一下，就是它的这个发射器它是没有了 Type-C 口啊，所以我们内录的文件它是需要直接放在这里面，放在咱们这个充电盒里面才可以正确的读取啊。那就是这样，用咱们接收器连接到电脑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这个内录的一个界面了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些素材都拷贝到我们需要的地方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区别。其他方面是真没啥毛病好挑的，真挺好。然后现在开机的话也几乎都是秒开，没有那种开盖等一下的那种感觉了，就很 nice。我也会一直使用这一套产品，大疆的3代它是真的香啊，一下子都加了这么多功能，希望其他友商尽快的跟上，卷起来，咱消费者才能得到更多的实惠、更强大的产品。大家有啥疑问也可以在评论区弹幕多多分享讨论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选购。最后，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欢迎留言。我是于飞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